Hello， 大家好，我是议员。在前阵子，其实官方有发布了这则贴文，希望玩家选出他们未来想要出现的新统帅。那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这个剪影要放这个很像 Alan Walker 这样子的剪影。老实说，如果官方想要引起玩家的注意，想要让玩家更加好奇的话，他们应该要放一个类似像统帅这样子的剪影。让我来教官方到底要怎样做图片标题党就是这样子来的。那我的做法是拿另外一款游戏的统帅，当然官方不能这样子做啦。我拿的这个是 Infinity Kingdom 里面的一个统帅叫爱德华，没错，就是香蕉王子，但是他的造型是不一样的。把这张图片的剪影去掉，然后把那位统帅放上来，这样是不是勾起玩家的好奇心了呢？好吧，我们不要再讲剪影的事情了。那你们可以注意看到背景有写上 New Commander， 于是这将会让玩家去决定未来的统帅到底是谁。那我们怎么知道官方会被采取玩家的建议呢？其实李舜臣就是由韩国玩家选出来的，也就等于说今天玩家所写的内容很大可能未来是真的会实现。这个活动是在1个星期前举办的，但是它的到期时间是在1月26号，也就是说是已经超过时间了，所以我可以直接做一个统计，到底是哪一个统帅的名字出现比较多。然后其实官方有发这个贴文在脸书那边，但是我发觉到在 Instagram 的评论会比较多，有1000多条。可是在脸书那边我只是看到366个回复而已，所以今天的列表记录我是根据 Instagram 的。那当你们听到列表就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没错，我是真的一个一个评论去做记录了。当然我这个记录也不算是最完整的，因为我看到有不少的玩家评论那个统帅的名字只是出现过1次而已，所以大部分出现过1次的名字我都没有什么做记录。然而我看到白起的名字只是出现过1次而已。哎呀，中国的战神怎么可能只是出现过1次而已？这个让我怎么接受呢？才出现过1次罢了。还有另外一个比较好笑，就是罗宾汉也是出现过1次。而且还有出现一些比较特别的，像是拜登或者是特朗普。其实普丁也是有出现了，但是普丁我就没有做记录。还有一个更搞笑，就是有一个玩家写了《刺客信条》第2代主角的名字。他可能是认为说官方放那个剪影是要让玩家去猜一下那个统帅是谁的。不过游戏人物是不会出现在这个游戏里面的啦，并且我这个列表也是给各位参考一下，其实有哪一些统帅是有玩家提出的，但是提出的玩家并不是很多。我个人是觉得还蛮可惜的，像是速不台，其实我个人还是蛮想要他出现在游戏里面的。还有亚瑟王，我也没有想到他的票数这么少，只有8票而已。OK， 那么在看完了我这个记录之后呢，我们来看超过10票的统帅有哪一些。首先第一位统帅呢是不会出现在万国觉醒里面的。你们想也不用想了，由于出现的时代相差太远了，他这个比较接近工业时期吧，像他打仗的话都是用大炮、用枪、用炸弹等等，要怎么打仗呢？所以要加入一个时代相差这么远的统帅，我觉得不太大可能啊。尽管他的支持率是最多的，也没有用。接着第2位统帅大卫四世，这位统帅另外一个别称叫建国者，听到这个称呼各位也知道他的贡献到底有多大了。他是史上最成功最伟大的统治者，迎来了王国的黄金时代，也赶走了突厥人，再后来被封为圣人。这样你们就可以知道这位统帅他的来头是真的不小。不过对于他的背景故事有兴趣的观众，你们可以自行搜索。各位也看到了，除了拿破仑之外，他的票数是最多的。然后我根据历史来看的话，他比较大可能像是攻城的统帅，或者是进攻类型的统帅，而且我觉得他的定位比较像是领袖统帅多一点。如果真的是出现了大卫四世，你们觉得他的定位是哪一个方向呢？那你们会不会觉得比较期待呢？下一位统帅弗拉德三世，我认为这个统帅会出现在这边，主要是因为他的故事会比较让人印象深刻。根据百科记载，他的名字在罗马尼亚语中是穿刺的意思，并且他也是喜欢用木穿刺刑去折磨人，变成他有一个称号叫做穿刺者弗拉德。这个名字也是欧美的吸血鬼德古拉的来源。那你们可能没有听过这个统帅的名字，但是德古拉应该多多少少都有听过吧，就是有这么一段有趣的故事。在我看了他的背景故事之后，我认为说如果官方真的要把他设计在游戏里面，应该会是野战统帅。接着就是孙武跟奥斯曼披了，这2位统帅不用我解释了吧。其实除了这2位紫色统帅之外，我还有看到佩拉约，但是佩拉约只有1票而已，所以我没有做到记录。也可以从列表看到，其实玩家会比较想要孙武跟奥斯曼变成金色统帅。不过也不排除一方面是因为有一些主播他们散布这些消息出去啊，讲有孙武啊，有奥斯曼披，所以玩家的思想就会觉得说，哦，应该要出孙武或者是奥斯曼了。所以在评论区比较多就是见到这2位统帅的名字而已。
再来下一位统帅鲍德温逝世，但是鲍德温会比较特别一点，因为他本身有麻风病的关系，所以一直以来都没有出去战争，都是一直不断的持续在耶路撒冷里面当国王，一直守护着耶路撒冷，不让他被沦陷。所以根据他的背景故事来看，他比较像是驻防统帅多一点的，不像是野战统帅或者是集结统帅。不过说句实话，我其实也比较希望鲍德温会出现在游戏里面。接着下一位统帅大流士一世，这位统帅其实在历史上也是蛮出名的，他是波斯帝国第3位国王。他会比较出名，主要是因为大多数的游戏都有出现到这位统帅。根据百科来看，他比较多都是处理内政，再加上他在另外一款游戏是做防守的，所以我觉得他比较大可能是驻防统帅或者辅助统帅也有可能。不过根据他的外形来看，这个大胡子呢，一般来说是工兵跑不掉了的。下一位统帅哈利德，从2年前开始，我就一直期望着这位统帅会出现在游戏里面。哈利德也算是在穆斯林里面比较出名的统帅之一，因为他就是穆斯林的先知穆罕默德的下属，在历史上是一位很重要的统帅之一。重点是他来自阿拉伯，一般来说阿拉伯的统帅都不会太糟糕。然后根据他的事迹来看呢，会比较偏向于野战多一点，我觉得野战偏辅助会比较多一点。下一位统帅织田信长，这个就是日本战国时期比较出名的统帅。本来他可以统一整个日本的，不过后面被背叛之后他又死掉了。不过在他活着的时候，一直不断的攻城略地，抢了很多人的领土，所以我觉得他比较偏向于进攻或者是集结统帅。重点是织田信长他是有炮弹的，他是用枪的，不知道会不会有大炮出现。而且在游戏里面其实也是出现了蛮多日本战国时期的统帅，所以织田信长会出现的话也不感到意外。下一位希特勒，我是真的没有想到玩家居然想要希特勒出现在游戏里面。希特勒出现在游戏里面根本配不上那个时间这样万国觉醒要怎么玩？然后他所带的兵种是什么兵种？难道是工程车吗？坦白说，我在做记录的时候有出现蛮多国家领袖的，但是他的投票率是最多的，我是真的有点搞不懂玩家们到底在想什么东西啦。再来下一位无骨者伊瓦尔，我也是蛮期待这位统帅会出现在游戏里面的，因为他是少数的维京统帅，他的父亲拉格纳也是出现在游戏里面了。不过维京统帅一般来说都是已经固定在步兵了，也就是说基本上我们不用去想他到底是哪一个兵种，并且维京统帅都是以野战居多。不过老实说，目前的维京统帅其实还蛮多了，我不确定官方会不会再推出多一个。而且他的票数也算是今天我们看到列表里面属于比较偏低的，比较大可能还是上面20多票以上的。不管怎样，我们是已经可以知道官方是肯定会选取列表上其中一个统帅来推出。最后再问一下各位，你们期待哪位统帅之后会出现在游戏里面呢？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们的看法。以上就是本期内容，我们下期再见。